距离天国2发售小半年过去了，相信很多小伙伴早已通关了吧？但不知你们有没有好奇过眼前的这个大家伙？虽然外观看起来挺精致，但到底是个什么东东？为啥还总是出现在贵族、富商这些有钱人的家里？今天就让盖文我来带着大伙儿来个全方位的一探究竟，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在游戏中后期的古腾堡市区，如果大家细心留意的话，就会发现在罗莎的卧室或者城南的澡堂子里就摆着这么一个既笨重又有点精致的大家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用砖块砌起来的四方墩子，墩子高度也就会有1人多高，而且全身贴满了四四方方的带绿色的陶瓷砖片，每一块上呢还雕刻着精美的动物和人像图案。主体上方还砌有一个小方墩，顶部边缘还刻有同样精美的冠状眼口。那么这么一个大漂亮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其实这是一种中世纪中欧和东欧地区使用比较普遍的陶瓷火炉，在当时贵族城堡和富人家里非常常见。外表用烧制的釉面陶瓷砖块拼接，每块砖上都有浮雕装饰，比如你能看到狮子、骑士、花卉等图案。陶瓷外壳不仅美观，还能长时间存储热量，也可以让整个房间均匀升温，比传统的壁炉更高效。而游戏里出现的这个大家伙也几乎100%真实还原了这种炉子，它也是当时布拉格波西米亚地区贵族庄园和城堡里典型的取暖设施。那么有的小伙伴可能又问了，既然是炉子，怎么没有填柴口呢？这是什么黑科技啊？别急，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其实陶瓷火炉正面几乎看不到填柴口，是因为真正的燃烧室通常开在隔壁房间或者走廊里。当然，如果是多层建筑的贵族城堡，燃烧室也可能开在下层房间。在游戏中，如果此时我们从罗莎的房间里出来，来到下层仆女房间的话，就会看到仆女房间在和罗莎房间同一墙角的位置，正是一个燃烧着木柴的壁炉。仆女会在不打扰主人起居的情况下，把柴火塞进炉膛里燃烧，这样罗莎公主的房间里既没有烟气，也没有灰尘，干净整洁，一根体面。此刻你是不是和我一样疯狂赞叹这陶瓷火炉的巧妙和优雅呢？不过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既然优雅巧妙，为何不把炉子的外观设计得更小巧精致一些呢？这也正是当时炉匠师傅们在设计和修建陶瓷火炉的又一实用智慧。而炉子主体设计看似笨重，其实背后主要有以下2点考量。其一呢，是为了有效的存储热量。陶瓷火炉大而笨重，通常一个就有几百公斤甚至上吨，而大量的钻石却可以有效的存储大量的热量，同时存储的热量也会慢慢的向外传递和辐射。而炉子外表面镶嵌的精美的陶瓷方砖也可以有效起到热量的软隔绝作用，就像一个巨大的暖水袋。其二呢，炉体虽然笨重，其实除了大量的钻石之外，内部的穹顶状炉腔和复杂烟道设计也是其体积较大的缘故之一。顶部穹顶状结构有助于烟气上升并引导进入烟道，而同样由钻石砌成的烟道就像迷宫一样，可以让携带热量的烟气在炉内绕行多次，最后排出烟囱，大大增加了与炉壁的接触面积。而炉体呢，也会进一步吸收这些宝贵的热量，之后再慢慢的向外辐射和传导。同时，由于陶瓷火炉主要是红外辐射散热，因而可以让整个室内的温度整体更均匀柔和，而不用像壁炉那样需要面对直扑的火焰和烟尘。所以哪怕火灭了，炉体依然会让房间持续保暖6到12个小时。所以贵族和有钱人的住宅只需要每天烧1到2次木柴，就可以保持稳定温度，干净舒服，温暖一整天，好不惬意啊！等等，
聪明的小伙伴可能又要问了，不是还有热胀冷缩吗？这么烧，万一膨胀裂开了怎么办？我们聪明的炉匠师傅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应对热胀开裂问题呢，在当时主要有2种技术解决方案。第一种就是干脆在修建火炉的时候就预先留好伸缩缝隙，给砖石之间留好应对热张力的缓冲空间。当然具体留多少，这就考验炉匠的技艺和经验了。第二种方法就是使用外圈铁箍固定炉体，或者在砂石泥浆之中加入稻草之类的粘合物，从而抵消热胀冷缩带来的物理张力。不管哪种方法，都可以让陶瓷火炉的使用寿命大大延长，用得更久更放心。怎么样，这样的冷知识你 get 到了吗？那么接下来我会从陶瓷与铸铁、平民与贵族、欧洲火炉与亚洲火炕3个角度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分析，让大家对陶瓷火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那么第一个问题，铸铁炉子不比陶瓷更耐用、更容易热起来吗？为啥当时的贵族富商不用铸铁炉子呢？其实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根本没有这个选择。当时虽然铁匠能够打造出全身铁甲，但其实靠的是锻铁工艺，就是用铁锤把铁块多次捶打成型。而铸铁炉子需要的却是大规模的浇铸技术，必须在高炉里把铁矿石熔炼至上千度，才能浇铸出整块炉板。而这样的高炉体系直到15世纪末到16世纪才在欧洲广泛普及，所以中世纪的人们并没有条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铸铁火炉。相比后来才出现的铸铁炉子，陶瓷火炉的优势就在于保温时间长，陶砖和石料的导热率只有钢铁的1/45，可以把热量缓慢而稳定地释放出来，哪怕火灭了也能暖上好几个小时，而不像铁炉子那样热得快，冷得也快。所以在中世纪，陶瓷火炉才是真正的取暖神器。那么问题来了，贵族有这样豪华的陶瓷火炉，平民们冬天又该怎么取暖呢？其实大部分普通人家里顶多只有一个简陋的壁炉，燃烧效率低，火焰一熄灭，房间就立刻降温。还有一些更为贫困的家庭，只能用陶盆或者金属盆烧木材勉强取暖，但往往带来烟熏、缺氧甚至火灾的危险。对于最底层的人来说，取暖的方式可能只是裹紧更多的衣物、毛毯，甚至只能依靠牲畜的体温过冬。仔细想想，中世纪的陶瓷火炉和东亚的火炕原理上确实有几分相似，那为啥欧洲人不用火炕呢？其实欧洲人对于这种取暖思路并非完全陌生。早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地暖系统的雏形。到了罗马帝国时期，这种被称为 hypocaust 的地下供暖技术逐渐发展成熟，并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浴场和部分富人别墅。它通过在地板下使用砖柱支撑而形成空腔，让来自燃烧室的热空气和烟气自由流动，从而把整个地面加热，实现均匀取暖。不过这套系统需要依赖大量木材和专人维护，属于帝国城市化和奴隶制经济条件下的高耗能产物。而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覆灭，欧洲城市规模缩小，公共浴场荒废，这种耗资巨大的供暖技术在欧洲地区迅速衰落。到了中世纪，人们逐渐转向更节能、更容易建造和维护的陶瓷火炉，形成了与东亚火炕完全不同的一套取暖体系。最终欧洲人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他们从开放式壁炉出发，逐渐发展出既能蓄热又能装饰的陶瓷火炉，把火焰收拢进厚重的砖石和釉面陶瓷之中，变成了既高效而又优雅的取暖神器。如今当我们再次回看这些古老火炉，它们除了取暖，还有哪些现实和文化层面的意义呢？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留给大家来思考了。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伴随着优美的旋律，再次来一起品味和感受那些堪称艺术珍品的
工艺与文化证。